你现在看到的是一具尸体漂在水面上，旁边还有人在洗漱刷牙。没错，这是真实拍摄的场景。而恒河是唯一能拍到这种画面的地方。据统计，在印度，平均每天有4800人死于借水传染病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披露的数据，全球80%的疾病与饮水污染有关。而每100毫升的恒河水中有10万个大肠杆菌，足足是鹌鹑上线的200倍，充斥着生活污水、工业废物以及无数的化学物质。恒河这位母亲河现在正承受着难以言喻的痛苦。恒河的一位摆渡老人说，曾经的恒河能够清澈地看见水里的石子，但这种景象未来都不会有了。他也知道是印度文化污染了母亲河，这个时代的他只能默默接受。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恒河成了如今这副模样呢？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印度传承了1000年的厕所文化。这里的妇女就算家里有厕所，也不被允许在家里如厕，只因为妇女是脏的，甚至连生产都要到野外进行。另外，面对成千上万的平民，厕所这种高贵的东西是没有的，大部分人都是露天排便，这些排泄物最终会流入附近的河里，包括恒河。这些生活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细菌，如大肠杆菌，这些细菌在水中繁殖，对河水质量造成严重破坏。另外，还有印度奇葩火葬，在恒河边有一个专门处理尸体的寺庙，他们会将烧过后的残渣直接倒入恒河。还有些的某些疾病而死的人不能进行焚烧，他们会直接拖到河中间，绑上石块沉入恒河。恒河老白干喝出死人味的美名也因此而来。最后，印度工业化进程的加速，沿岸的工业活动对恒河的污染也日益加剧。许多工厂未经处理或未充分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入恒河，这些废水中含有各种有害化学物质，包括重金属、有机污染物和其他工业废料。这些被剧毒污染过的河水又被拿去灌溉2500公顷的土地。这一切印度都是知情的，只是都在装聋作哑。这种情况下，一些村庄甚至变成了肿瘤村。一位父亲的父亲刚刚因为肿瘤而死，而他却只能继续用这种毒水去喂养自己的儿子。印度的穷人如果不喝恒河水，就只能等死，所以有的喝总比没得喝强。所以一些水源比较充足的印度城市会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：一辆辆送水车停在城市的各个角落，一大堆居民排着队拿着桶在等着接水。在没有干净水源的城市，也只能以这种方式喝上饮用水。这景象真的是魔幻现实主义。这种情况想要改变恒河的水质，至少需要几千块。这还是在印度人民思想觉醒、行动自觉的情况下。所以大家千万别好奇心泛滥，去印度尝一尝恒河水。